气轮。它开到7200了。哟，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并不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开场是在这一边？因为当时我拍的那个 footage 那个开头不知道跑去哪里哦。今天为大家带来一辆 Toyota Vios 第二代，代号为 NCP93，我们也称为叫做马路上的活化石啊。这辆车也差不多20年了，你会看到马路上还是很多这辆车在街上跑，尤其是刚刚考了 P 牌的朋友们呢，除了驾 MyB 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家里可能有剩下一辆 Vios 在。这辆车主打便宜、省油又耐用，保养费又便宜，蛮保值一下的哦。这辆车其实我在4年前已经 review 过了的，那时候是一个下雨天，我把这辆车开上云顶，很可惜那时候也没有做到详细的不好让 review 给大家。这辆车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车主呢之前就因为 overhaul 了嘛 ，piston 也加大了0.5mm， 一定是要做 tuning 的嘛，然后就给了某 tune 了出来，那个 engine 没有坏，没有喷白也没有事，可是就是不行那个 tuning。同样个车，同一粒引擎 tuning 出来的车，驾出来顺不顺还是一个问题哦。然后他就换了由 WS remapping 所 remap 出来的车，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现在轮上115匹马力。想当年这辆车很多人买来所谓的买菜车，那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辆买菜车改成怎么样 ，Let's go。4年后的今天，选择拍一个视频，至少在我这频道里面，每一代的 Vios 都已经拍完了，剩下第一代的 Vios 还没有试驾过了。第二代的 Toyota Vios 从2007年到2013年之间推出，这个款式呢，想当年是蛮受欢迎，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是7万到8万左右。想当年如果你买得起 Proton， 再加多一点点，你就可以买到 Toyota 的光环。这辆车到现在啊，在马路上可见度蛮高的，你看将近20年的车，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一车传3代，人走车还在 ，Bulletproof 刀枪不入啊。2007年 Toyota Vios 一推出的时候呢，它就总共有3个规格，有 E-Spec、G-Spec 还有 S-Spec。S-Spec 就是最高等级，E 就是它的最低配。事隔1年之后呢 ，Toyota 再推出一个比 E-Spec 更加低配一点点的，它就是称为 J-Spec。J-Spec 呢有手排跟自排，在我身前面这辆就是一个 J-Spec 手排的版本，这辆是它的钥匙，可是它的这个阿拉已经换过了，所以可以看到。声音也稍微的不一样的，尾气的时候它有做出一个小改款，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灯后尾稍微的不一样的。开启尾箱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洞插一插，哦哟，满上98加满，车尾箱就放了满满的啊，它的空间是的确不错啦，在那个年代来说哈，这个价钱买到这样的车。OK， 然后有这样的空间。排气管的设置现在是4:1，然后中间2个 bullet， 后面是一个 Valvetronic。悬挂设置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扭力梁 torsion beam。避震器呢换上了 KYB 的 RS， 弹簧是用着 VMAX， 大概3根半手指左右。轮圈方面升级到16寸，轮胎用着205/45 R16 Maxxis iPro 的轮胎。后面呢就没有刹车卡钳，我记得 G-Spec、S-Spec 那个才有。前面大概也是3根半手指，前面的轮胎也是一样的尺寸205/45R16 Single Port 刹车卡钳 ，Bendix Ultimate 刹车皮，然后还有它的刹车通风碟呢也是改大了的，它是 DRD Spec 的，所以 DRD Spec 当年的这个刹车通风碟会比其他的来的大一点点。螺arm那些也换过了啊，所以看到橙色的。J-Spec 呢里面是不绒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坐下去呢还是挺舒服的，大热天它都不热。缺点就是你看不到肮脏，定时清洗的话呢，就是好像这辆车一样呢，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还是保养的非常的好啊。这辆车的中间根本是没有鼓起的，完全平的，所以这个是要给它一个赞的哈。中间这边还有一个置杯架，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大概剩下3根手指，头部空间大概剩下3根手指，有一个窗户按钮。然后就一个洞，就这没有了。所以你看这辆车就没有气氛灯啊，那个是装饰而已了。中间也没有中央扶手，椅垫的发泡面还可以哦，挺软的，腰部也有支撑。缺点就是空间没有说很大，你要大的话 ，Altis 或者 Camry 是你的选择。
相当熟悉的，从第一代到现在这一代，全部窗户按钮跟锁门锁都是在这里，所以就很熟悉啊。GS-Back 呢就没有电动调节的 side mirror 了，所以这个是手动的。我相信在这个年代，应该很多人都没看过了吧？用手，两边都是要用手动的。座椅2张都是手动调节，是蛮舒服的。发泡棉挺软，这个是Toyota的特点，舒服。可惜就是椅垫不是很长，要不这车还可以哦。这边是打开尾箱跟打开油盖 ，Railman's Drive 3 pedals， 这里还有一个雾灯开关，这个应该是后期加装的。这还有一个杯夹。第一代跟第二代的 Vios 呢，你不会看到中间的仪表，它就把它移到来中间。这个也就是很多人当年呢就没有很喜欢，有些人不买它的原因就是这样。插个钥匙。哦 ，4D 的 meter， 你知道为什么 4D 吗？因为它没有盖啊，它拆掉了，看起来更加立体。哦，打开灯，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仪表亮灯了。我们来听一下声音浪啊。idling 没有什么声音，所以这个仪表呢就简简单单。可是我也是喜欢这个颜色的配搭跟设计。如果要更换这个 Trip A、Trip B 呢，这边就有一个 Audio Trip Button。按下去啊，你可以看到它更换 Trip A、Trip B， 还有一些里数210多千呢，还可以调节时间。中间换了一个唱机 Android Player， 冷气的控制跟 MyV 一样，这边还有置物空间，左右可以放手机啊。这排档杆呢，它是一个5速的手动挡。哇，它的 Clutch 你换过了啊？没有。换过。哇，很重一下哦。现在是什么 Clutch？ 原装多大？为什么这么重呢？中间就多了一个仪表 Magician。哎呦。哇，好多、哦！应该是第一个。哦，然后是按而已啊。转哦。虽然还没有给我业配啊，挺不错啊。Watterdam， 来我们看这个吧，好吧。方向盘是一个 hydraulic 的方向盘，液压助力。方向盘可以调整上跟下，这边还有一些置物空间，我也不知道哪看放什么了。置物空间真的是满满，我觉得蛮不错啊。有些车你买了之后啊，想要放一个钱包跟手机都没有办法。这副引擎是一个代号为 1NZ FE 的一 G 1.5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引擎。为什么会之前做 overhaul 呢？吃黑油啊！我吃黑油，所以直接拆掉 overhaul， 然后因为它拉缸了是吗？然后你就把那个缸就 polish 过，把它改大一个0.5mm 啊，所以从75mm 的 piston 換成了75.5mm 的 piston， 八塊換了 max speed 的 drop-in air filter 而已。輪上的馬力是115匹馬力，還有扭力差不多150。我们来熟悉一下这辆车的离合器哦，啊，还是可以蛮容易去控制的一个。只是我一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不习惯它的那个仪表是在中间，所以我的视野的话，尤其是我这种很喜欢看转速表的人啊，想要一直看着那个转速的话，就那个眼睛要看别的地方去了，就不能专注看在我的中间，哇。多大的惯性啊，那个油门还是挺轻快的，然后它在低转的时候啊的扭力是蛮饱一下，所以如果你加 auto 的话，通常这个起步的话给你一个错觉，就是踩一点点，那个车就冲出去，哇，挺有力的哦。啊，这个是一个油门调教蛮轻快的一个。哇，没有加过 auto 啊？不加 auto， 没有，这2款车没有加过 auto 不懂。它会给你一个感觉啦，一耗牙的时候踩一点点，它冲出去，它反应其实蛮有的，多大的反应。哇，在里面的话都没有听到很大声哦。其实你加起来也没很大声的。高转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大哈。对对对。因为刚刚我这样子踩哦，在 idling 的时候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啊。只有在踩油的时候，它的声音才会出来。有遇到什么大头痛问题吗？除了那个引擎要 overhaul 的，收发没有不然跌那种，都是 brake 啊那种哦，小那种好像很严通病哦，吃黑油就是它通病哦。很少听到Toyota会吃黑油的啊，这款很像是很多人都有做过。这样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水柜的话，都是一些年龄到了它上面就会裂掉。我试过了的10年这样子就来了所以你不要说Toyota就没有问题，它其实是有，可是这个问题不大。你修来一次之后，你可以驾多好几年平时如果你有照顾的话是 OK 的。OK 的你有一直看着的。对。然后时间到了，plug coil该坏了就换了，是吧？
所以你那个不叫修哦。哎，你那个叫改啊？没有，那个叫修。哦。啊，跟你的女朋友、老婆是讲修。哦 ，OK， 对。第一版那个 brake pad 没有 brake 啊，换4 波下去啊，修。还不会中吗？其实这一代的 Vios 它的这个车身重量没有很重啊，大概1000公斤左右啦。所以很多人说 Vios 有力，除了第一点就是它的是 One NZ 我觉得会比 Two NR 有力啦。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车身重量就比较轻啊，所以对于那个 Power to Weight Ratio 来这样子说呢，这辆车是挺有力的，加速也是挺不错的。加上这个年代的 Toyota 的 engine 哦，它比较我们叫 Happy Revving 啊，就比较愿意拉高转啊。新款的配上 CVT， 哎呦没有了，已经没有这个故事可以讲了啊。现在它 remap 了，应该要3500以上那个力才会来 ，VVDI 才开，对吧？可以这样讲了。OK， 你一定要拉高转。这样之前的话呢，会比较低转会比较好吗？之前低转比较好。哦。如果你改，我就觉得你改了 exhaust 过后，你低转就 lost 一点，除非你很注重头端了。可是它还是挺轻快的哦。这个低转，我觉得如果你比起当年的 Proton 呢、CBS 啊，或者是 Campro Crossong 就好。因为我昨天才驾那个 Setra Neo Campro Crossong 嘛，虽然它改过，可是它的低扭还是没有 Toyota 原装的好。它需要大概也是4000转你才有那个扭力在。对了，它的扭力肯定是比 Toyota 大的。想当年这辆车的原装马力是109匹马力，143个牛顿米，141个牛顿米的扭力，要在4300转才爆发。没有踩完哦，38%油门这样哦，20-30%，哇，它的力真的是3500来了。OK，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测试，我们把 compressor 没有直接关了没有。哎呀，我的脚有一点很难做平衡，试一下。好听，那声浪真的好听。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EA 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啦，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EA 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Go， T 轮。开到72007200啊！开到7200赚这么高啊，这辆车对，大部分人都可以开到7200，如果你 condition 好的话。我看不到速度，可是它的加速蛮 OK 的。我觉得4档上5档的时候有点远，蛮短一下是。它后面的final 没有4跟5的之间的距离，因为有些是，如果是加那个 Proton 的Setra Neo 那些的 CBS 那些，然后后面的1、2、3、4会很短的，4到5的话会比较稍微长一点，而Toyota就相反一下。离水还不错可以很顺这辆车的感觉就是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走 highway， 我们在120的时候，我们走120的时候是3500差不多。
所以它比 Auto 还高一点哦。如果你说它的隔音哦，我觉得它跟第3代有点差远了。第3代的隔音会提升蛮多的，风噪也没有这么高。这个还可以啦，我可以接受啦这个车。可是如果你有了比较第3代的话，你就知道它的明显在哪里哦。胎噪跟风噪。这样车很多泰国人都在玩。有那个泰国人，我看那个 Facebook 改得很厉害哦。通常是改这个 Turbo 咯，不然就是他们下 2ZZ。这个 Celica 的没有把他有一个泰国人哦，他转改 Vios 的那种 Corolla 那种哇，他改单的这颗原装这个 engine 改到可以100多 horsepower， 改 fuel pump 1ZZ throttle 100多还是100多 HP？ 你都已经100多了哦。没有，他可能120、130以上了。还可以再改了 High Cam High Com 然后再其他东西。这个是 NA 啦，NA。而通常都是他们有些我看到泰国最厉害的是直接掉眼镜了 ，Celica 那个。对。2ZZ 有这。2ZZ 就好像 VTEC 这样的。对。所以之前我也是有加过第3代的 Vios 改 2ZZ， 你们不妨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当年的竞争对手是 Honda City 嘛，5 Speed Auto 的那个。如果你原装来说，驾驶的体验肯定是 City 好啊 ，City 会相对来说比较灵活。而如果你比起 Auto 大的 4AT， 其实你说它 4AT 科技会老一点，可是你驾了这两辆车之后你会感觉到丰田的它的调教跟它的换挡平顺很多。虽然它在高速可能它的转速会比 City 高啦，动力也没有 City 高，可是如果你讲总体来讲，舒适性是Toyota，舒适性是Toyota。可是如果讲好驾有力是 City 有的啦。它那个很像原装都多的10多 horsepower。对。它原装120多。对，而且 City 的这个车的转速比较稍微拉高一点，比较爽一点。而且5 Speed Auto 的 City 是一个蛮耐用的，而且二手价很好的一个 City。至少不是 CVT 啦。对。120过弯。这样如果你比起 Adjustable， 肯定 Adjustable 会好一点的过弯，够硬嘛，支撑性好如果加15寸的话，可能反应会好一点，加速因为这个16寸的，它这个 rim 很重一下的，那时候买的。16寸的话就过弯爽一点哦，pick up 就输一点了。OK 一下吗？可是它方向盘挺重它感觉蛮稳重。好还是不好？男人好女人驾的时候不好女人这么你的方向盘这样重的。OK， 然后现在新车还可以调，你平常驾驶要什么模式？你要轻的，你要中等的，你要 Sport 的，或者是跟着你的驾驶模式的，这个是新车才有了。OK， 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解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的影片要干什么了。我们下一集就是要把它冲上云霄。如果喜欢我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